朝鲜与明朝的关系。明与朝鲜关系概述。学习者能说明明朝和朝鲜关系的走向，学习者能分析影响明朝和朝鲜关系变化的因素。中国在接受国与国平等主权为前提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前，与周边各政治势力建立了等级性的册封朝贡关系，体现了国力的差异。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如何被表述为典型的关系呢？册封朝贡的国际秩序是以天命思想为基础，赋予天子以天命之理，以天下之治国的正统，以天地的原经来区别中国周边的政治势力，赋予其地位的一种理想化、理念化的国际秩序模式。确认答案可以概括明和朝鲜关系的4个核心主体，设置如下：第一，元明交替和朝鲜的建国。元朝末期的白莲教之乱及红巾军的起义，正式开始的元朝政治动荡，最终导致了元朝退居草原，明朝取代其地位制的结果。由于此次的政治动荡，在朝鲜半岛出现了高丽和朝鲜交替的政治变化。第二，在朝鲜建国后与明朝建立关系的初期，辽东问题成为两国之间严重矛盾的原因。在元朝被赶到草原，明朝还未能行使稳固支配力的时候，辽东实际上处于权力的空白状态。明朝为了牢固地统治辽东，朝鲜为了北方边境的稳定，想把各地区的女真势力置于各自的影响之下。由于这种利益冲突，明和朝鲜关系建立的初期出现了两国普系战争的矛盾局面。第三，明和朝鲜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的制度化和稳定化。明朝和朝鲜的冲突之所以得到戏剧性的解决，是因为主导冲突的明太祖朱元璋和朝鲜太祖李成桂恰巧在同一年死亡或退出了王位。接着，明朝发生了靖难之役，导致了皇帝权力的不稳定。利用这个机会，朝鲜完成了册封朝贡仪式，确保了新王朝的正统性。第四，人朝混乱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关系。16世纪前后，东亚地区为追求商业利益而进行交易的欲望暴增，这是导致16世纪大倭寇事件的根本原因。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为开端的人潮窝揽，就是这次大倭寇事件的延伸。加之
日本占领朝鲜意味着开辟一条通道，使日本可以更容易的通过陆路和海路进入明朝，因此明朝只能通过参战仁川倭乱来帮助朝鲜。然而，明朝和朝鲜之间存在不少利害关系的差异，特别是与日本的讲和会谈完全由明朝和日本讲和派主导，朝鲜的立场几乎没有被考虑。尽管如此，明朝派遣援军帮助朝鲜的事实，被朝鲜王室和朝廷用于逃避战争责任和克服战争的功劳。这种对再造之恩的强调，对后来的2次胡乱产生了重大影响。明和朝鲜之间在建立稳定、持续的册封朝贡关系之前，经历了诸多冲突和曲折。围绕辽东的冲突就是一种典型的例子。此后，明与朝鲜之间进行了制度化和稳定的仪式交流，但以仁川倭乱为契机，其关系再次迎来了拐点。明朝派遣援军帮助朝鲜的军事被强调为再造之恩，明和朝鲜之间超越了天子和诸侯君臣的关系，叠加上了父子关系的观念，由此明和朝鲜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被教条化，更接近于理想化和理念化的知识模式。这种教条化的册封朝贡关系在东亚国际关系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是非常罕见和特殊的。而这种教条化的两国关系，使朝鲜在国际关系上失去了灵活性，最终成为导致后来2次胡乱的重要原因。